困去安尼。大家好，欢迎来到教练日常，我是刘教练。今天这堂课的主题是自排车操作。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不管是什么车种，大家都有不同的驾车观点。教练这边会试着让大家了解一些整体来说可以让车子伤害降到最少的操作与观念。针对不同的车型，操作会有些微的不同。教练会尽量由浅入深的带领各位。踏板的部分，自排车总共有2个踏板，左边刹车，右边油门，我们都用右脚来控制。比较特别的部分在于刹车踏板，踩紧会停车减速，但放开车子就会移动。我们在控制车子慢速进退都会以这个踏板为主，而这个车速是由引擎发动时的基本转速带动的，也就是目前仪表板上显示的1000转。油门的作用则是会提高引擎的转速，借此来加快车速。档位的部分，自排车主要有 P、R、N、D、2、L， 其中 P 跟 N 为空档。空档的意思是怎么给油门都不会动，动力是切断的。而2个档位的差别在于 P 档刹车 ，N 档没有。所以如果车子在斜坡，千万不要打入 N 档，车子会因为重力而往下滑哦。那 P 档我们主要用于停车，在车子长时间不再使用时，因为动力是断开且无法移动的状态。而 N 档主要用于2种情况，第一种停红灯，当红灯秒数过长时，为了不要一直重踩刹车，可以暂时的断开动力，脚可以放松一些，但是要注意当下的环境。如果车子会前后滑动，刹车也不能松太多。第2种情况，我们主要用于加油站洗车，机器需要推动车子走，或是车子抛锚情况下，只有 N 档推得动哦。通常讲到这里，大家会有个疑问。既然这样，那红灯为什么不直接打 P 档呢？不然我刹车还是一直要踩着啊。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要先知道2个观念。虽然我说 P 档刹车 N 档没有，但我们绝对不能把 P 档的刹车当刹车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先了解 P 档刹车的机械原理，它是由棘爪扣的齿轮，进而产生制动力，借此让车子的齿轮锁死。而我们在停红灯时的环境千变万化，为了预防变速箱齿轮承受额外的负载，我们主要预警2种情况：第一，后方车追撞；第2，斜坡产生的重力。虽然说棘爪是有弹簧压着，吸收冲击力之后会弹到下一个齿槽，但长时间承受压力或者是被追尾，那个瞬间的冲击力是有可能造成变形或断裂的。这时不但车子的外表会受损，连齿轮结构也会受到冲击。零件不贵，但是要把整台车解体才有办法换，那个工钱都不是小数目了。红灯不换 P 档的第2个观念是换挡的时间差。基于档位设计的顺序，假设真换 P 档停红灯，这时就会发现起步慢人家2秒，别人已经起步了，我们还在看档位在哪，这时就会听到台湾人热情的问候。冲啊，小困去安尼。所以当我们换 N 档时，是可以快速决定我们要前进还是后退，因为 N 档的前跟后分别为 R 倒车， D 前进。那剩下的2跟 L 是什么呢？我们称它为低速档，用于车子上下坡时使用。想要理解其原理，就要先问大家有没有骑过变速脚踏车了。其实我们日常所见的手排车、挡车、自排车、变速脚踏车，它们换挡逻辑都是一样的，只是差在操作的方式不同。所以自排车为什么越来越普及，就是因为它自动换挡，快速、省事、简单。所以当我们打入低档时，车子会依据我们速度帮我们自动换挡。所以有个问题就来了，假设我的车速不想要越来越快呢？2，顾名思义，限制2档以下。L 就是限制1档，其运用的时机点就要回到变速脚踏车的体会上了。上坡时要退档，这样才有更大扭力可以爬坡，不然踏板会因为很重无法用力。车子也是一样的感受，只是车子在溜下坡时，并不会像脚踏车一样直接入空档。所以在长下坡时，我们同样可以运用这个方式，运用引擎运转时摩擦力产生的阻力来降低与限制车速。那这个车速怎么拿捏呢？很简单，
假设我们打入 L 档，也就是1档，这时候最快可以跑到时速的30公里。相对来说，不管当下的斜坡再怎么陡，在不动油门的前提之下，最快也只能溜到时速30公里。此时你会看到转速强制被拉高，同时车速也接近1档的极限，所以会被限制车速。这个动作又称为引擎刹车，可以减少刹车使用的频率，是个很重要的观念。因为刹车使用过度，温度如果高到一个临界值，会因为刹车有沸腾及零件热衰竭，进而造成刹车失灵。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但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档位 ，OD 档。OD 档比较特殊，争议很多，称呼也很多。因为现在的车都走电脑自动化设计，而且档位已经做到9档、10档了，所以这是比较旧款的车才会有的设计。普遍存在于只有4个档位的车，在启动模式下，我们称为省油档、超比档；关闭模式下，又有人称为高速档或超车档。而这个档位长在排挡杆上，有一个按钮可以做切换，启动与否则会显示在仪表板上。Off 模式下，仪表会亮灯。整体来说，这个功能是决定4档启动与关闭的档位。On 表示不限档行驶，可以进入4档 ；Off 则表示限制3档以下，不能进入4档。听起来是不是跟我前面提到的2跟 L 档一样的概念呢？没错，但是要注意 ，OD 档与低速档的逻辑虽然很像，但使用概念却不一样。因为3档进入4档的时速大约在65公里左右，用这个车速当做低速档溜下坡，太危险又不实际。所以我们会用到它的时机主要有2种：中低速行驶下减少换挡来省油。当我们在开市区低速行驶时，为了减少3、4档频繁的切换，可以强制关闭4档。第二，中高速行驶时退档超车或爬坡。当我们在开高速公路想超车时，为了获得更高的加速度，这时候关闭4档，可以获得短暂冲刺的速度提升。当然，同样的可以运用在上坡的时候，但我们在行驶时要特别注意，这个功能大部分是处于启动状态，日常使用其实不太会切换到，所以各位只要注意，平常都要处于 On 的状态，也就是仪表板上没有任何指示灯，千万不要在关闭状态下高速行驶哦，不然引擎维持高速运转，声音会比平常大。就像我们在骑脚踏车，3档加速到时速60公里，跟4档加速到时速60公里，踩踏板的圈数就差了几倍一样。这时的车子不但会烧油钱，也有可能因为引擎过度运转、温度过高而造成火烧车哦。基于以上原理，顺便补充一下，目前也很常见的手自排。手自排顾名思义，就是有手动模式的自排车，而自手排当然就是有自动模式的手排车。其中最常见的档位还会有 S 档跟 N 档。N 档又称为手动档，是纯手动换挡的模式，旁边会有加跟减，可以决定升档与降档。S 档又称为运动档，是延迟换挡的模式，跟我们一般的低档一样，差别在于自动换挡时会延迟换挡，可以在同样的车速下获得更高的扭力与加速度，加速更快，但也更耗油，主要用于爬坡与超车。讲到这边，基本上自排车的档位用途都讲完了，我们再来总结一下。P 档停车档，用于车子长时间不使用。R 档倒车。N 空档，用于停红灯或加油站洗车。D 前进档。OD 超比档，主要是限制3档以下，它会关闭4档。2低速档，限制2档以下。L 低速档，限制1档。手自排还会有 S 运动档，用于超车或爬坡。N 手动档，可手动升档或降档。顺便帮各位科普一下 PRND 的顺序由来，主要是在安全上怕误操作，所以美国制定了2项标准。第一， D 档与 R 档之间必须要有 N 档。第二， P 档必须要在 R 档旁边，因此才会有了 PRND 的顺序。而刚刚只是解释了档位的用途，接下来是档位的操作。换挡操作主要分为2种，第一，踩刹车压按钮换挡。第二，直接压按钮换挡。这2种操作主要的分别在于不同档位的行进方向，来判断我需要踩刹车与不踩刹车，也就是行驶换挡与停车换挡。当我们在做换挡动作时要注意，
像 P、R、D 3个档位在做互相切换时，车子一定要处于停车状态，因为3种档位的行驶方向都不同，直接切换会造成变速箱受损，所以像 D、2、L 这种都是前进的方向，是可以不踩刹车直接换挡的。讲到这里，就会有人问我一个更特殊的状况：那 D 档与 N 档换挡要踩刹车吗？当然，按照我上述说的逻辑，前进档进入空档可以不踩，动力会切断，车子会滑行，但空档进入前进档就要咯，不然车子会爆冲哦。再来最后要谈到手刹车操作，我们在做手刹车操作时要注意放下的动作，把手上有个按钮，这个按钮要压着才能放，但这个按钮正常是卡着的，把手必须先往上提，按钮的卡榫才会解开。所以在放手刹车之前，要先把把手往上提，压下按钮才能放下把手。如果在放手刹车时听到这个声音，则表示动作做错了。那这期自排车操作就到这里结束。如果任何疑问或想看我拍什么主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我会尽可能回复。谢谢各位收看，我们教练场见。